大家好，我是韩博我们常常听到有一些人说这个人弹琴很有音乐性，或者那个人弹琴特别没有音乐性。那音乐性到底是什么呢？它很主观也很广泛，所以我之前的视频一直讲的都是一些技术训练的重点。那么今天呢，我就尽量的从一个比较客观和包容性的角度来讲一讲我心目中的如何弹琴才是有音乐性的。那么第一点呢，就是要有好听的音色。这个东西呢，就像一个底色一样，如果底色不好看的话这上面的任何颜色都不会好看的。同样，音色也是一样的，如果音色是硬邦邦的，当然除了有些曲子要求是这样的音色音色不好听的话，那么整首曲子听下来，听的人也会感到不适。那么什么是不好的音色呢？比如说你的声音总是下不到底，或者是声音下的总是特别硬，这些都是不好的音色。注意，我说的是总是，也就是说音色它是需要有变化的。那曲子中间有时候是需要比较飘渺的音色，有时候是需要像机关枪一样突突突的音色，有的时候需要厚一点，有的时候需要薄一点。我们打个比方说，比如斯克里亚宾的前奏曲作品11第9首，第一个音下来声音就非常的浓厚，但是紧接着呢，它又转换成了一种比较飘渺的音色。这些都是音乐表达的需要，是你自己选择的，而不是你只会这么弹琴。第二点呢，是会弹连奏。很多人弹跳音问题不大，但是呢就弹不好连奏。我曾经专门出过一个视频讲如何弹好连奏，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专门去看那个视频。简单的来说呢，我所见到的不会弹连奏最大的问题就是当你在弹琴的时候没有把它断开，就以为自己弹的是连奏。比如说这样的和这样子的，它们两个其实是有区别的。连奏包括了触键方式、离键方式，还有音和音之间的强弱关系等等等等很多内容。那我们想想，最能表达音乐性的地方，它其实也都是那种非常有歌唱性，需要用非常美的连奏来演奏出来的地方。那如果你在这些地方的连奏弹得硬邦邦的音和音之间也没有任何的强弱连接的话那就很容易显得没有音乐性。比如说错误示范，那么连奏弹出来应该是这样子的。第三点呢，是要学会分音乐的层次。好的音乐性一定是有主次之分的，而不是像一锅汤一样所有的音都搅在一起。哪怕这锅汤里面全是好听的音色和完美的连奏，那它们混在一起也是不好听的。找音乐的层次呢，就分两种，一种是横向，一种是竖向。横向的就很好理解了就是下一个句子比前面一个句子是高还是低，是浓烈还是清淡，或者是更简单的说是强还是更弱。第二种呢是纵向的，比如说在同一个小节的这个音乐肢体里面，哪一条线是最重要的，那么其他的音都是来给它烘托气氛的，不能够喧宾夺主。我们来看一下老柴的这个例子。俄罗斯派的曲子像拉赫玛尼诺夫之类的他们的肢体都特别厚，就是竖着看的时候音很多，这个时候把主线条捋顺就特别重要，要不然就会显得脏脏的。好，那这个就是没有层次一锅汤的弹法。这个呢就是有主次的弹法。第四点呢是所谓的音乐性，你就得懂音乐。音弹出来那不叫懂音乐，那叫懂怎么认谱。懂音乐最起码就包括了
第一点，懂乐理，包括曲式、结构、和声、句子走向等等等等。第二点呢，是懂音乐史，包括作曲家的性格、作曲家出生的年代、作曲家在写这首曲子之后的时代背景、该曲式在这个年代发展到的地步，甚至是当时这个年代里面除音乐之外还有其他什么样的历史事件等等等等。我们举个例子很多作曲家都写过奏鸣曲，那舒曼的奏鸣曲和海顿的奏鸣曲有什么区别？那就只是一个弹起来音多一点，另一个弹起来音少一点嘛。那最简单的，我们从音乐史的角度来看，他们俩根本就不是一个时期的人一个是浪漫主义时期的，一个是古典主义时期的。作曲家的性格也截然不同，一个是稳重中带着一丝诙谐和一丝智慧的这么一个长者的形象，一个呢是拥有着多重性格的，时而热情奔放，时而敏感脆弱的这么一个人。那么同为一个小调奏鸣曲的第一乐章，一个是这样的，另一个呢就是这样的。那如果要展开了讲乐理中的曲式、和声、结构等等等等，就太多了我们花几个小时的时间都讲不完。那这个呢，就要在老师的引导下，靠演奏者自己去挖掘了。好啦，那这些就是我心目中比较基础和广泛的4个步骤或者是重点，来让你弹琴弹得更有音乐性。那也欢迎大家留言讨论，有什么问题欢迎给我留言，拜拜。